后面那辆车下来的穆晴不客气的戳破侄女的谎言，小小，你不是说过你最爱的就是大伯娘的吗？你是见一个爱一个吧？杨希笑着附和，就是。你也说过最喜欢希怡的呢。军晓俏皮的道，是，我不爱。你们大家我都喜欢。他松开了军言，又去挽住了贝贝的手臂，带着贝贝进屋，边走边说道，贝姐，小18和19都过来了哦。他们俩怎么过来了？想你呗。贝贝无奈，我都上班了，还得带着2个小跟屁虫吗？没事，在这里他们不会缠着你的，一过来就跟我那些小堂弟们玩疯了，哪里还记得贝姐？军晓说道，小孩子吗？有伴玩就行。贝贝放下心来，果然进了屋，除了看到一屋子的长辈外，还有他2个最小的堂弟。他们跟他打过招呼后，便又和军家最小的2位少爷玩在一起。军家最小的2位少爷年纪和18差不多，也就小上1-2岁，跟19也玩得来。战家和军家属于世交，又年亲带故的。贝贝也是军家的长辈看着长大，就像战家长辈看着军言长大一样。对贝贝的喜爱一点都不输于对军言姐妹俩。一大帮人热热闹闹的吃过晚饭，老的在屋里聊天，年轻的则到外面去散步。陪着贝贝的是军飞，走在军飞和贝贝前面的则是欧阳浩和军言。军飞时不时就看一下前方的姐姐以及准姐夫，对贝贝说道，贝贝，你过来吃饭，我浩哥肯定感激你。贝贝也看一下前方的那对小情侣，从他们相处的方式就像看到了他和苏猛一样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无需说爱，却又一言一行都透着对对方的深深爱意。平时妍姐很晚才能回家吧？很晚，早出晚归的，有时候周末都没空。浩哥想和我姐好好吃顿饭，约会都没有什么时间，也就是你过来了，我姐才会给你面子，推掉了应酬回来吃顿饭。换成其他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了。贝贝笑道，妍姐对我最好了。妍姐和浩哥什么时候结婚？他们俩比他哥都要大一点，他哥的年纪已经面临着被家里催婚。军飞答道，不知道，估计还要等上2年吧。反正浩哥等了那么多年，再多等2年他也是愿意的。我姐忙，她说办婚礼挺费时间的，哪怕什么都不用她操心。我们都说过，等她和浩哥要结婚时，公司的事交给我们兄弟几个就行，她就安安心心当浩哥的新娘，然后出去度个蜜月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军言去过的地方不少，但都是出差，没有好好的旅游过，放松过。忙碌惯的人让他好好休息1个月，他怕会无聊，一天天的不知道怎么过吧。有浩哥陪着他，怎么可能无聊？贝贝想也是。飞哥，你呢？你比妍姐也就小了3个月，谈了女朋友吗？军飞笑了一下，说道，我上面3个哥哥都还单着呢，不着急，我爸妈也不催我，随便我什么时候找都可以。说这是我的人生，我自己做主，他们不能陪我一辈子，要我早早就为自己的人生安排好前路后路的。他们能为我做的就是留给我一笔财产，我自己能赚钱，他们留给我的财产我都不稀罕。我爸总说缘分来了，挡也挡不住，缘分未到，强求不得。还说他当初也是被家里人催婚催得厉害，但他就是没有遇到喜欢的。结果因为我妈怀着我就跑了，我爸气得半死，然后他们最后还是结了婚，生了我。我爸说那就是缘分。军琴和程玲玲的缘分，贝贝听父母说过，可以说2家的长辈年轻时的爱情故事，都可以单独写成一本书。我妈很喜欢你，总叫我去追求你，咱们从小就认识了，我是把你当成妹妹看待的，叫我对你下手，我可下不了手。军飞坦然得很，谁都知道程玲玲很喜欢贝贝，
想和海童做亲家，奈何他家儿子不争气，并不爱贝贝，对贝贝的感情是很纯粹的兄妹情。飞哥这么优秀，会遇到更好的。君飞恩着，那是我相信我的眼光，能让我喜欢的女孩子必定是很优秀的。我不想找医生，也不想找像我姐那样的女强人。医生太累太忙，女强人也一样。虽说我不用他们顾着家，但他们那么忙，没有时间陪我，我可过不了浩哥这种独守空房的苦日子。贝贝低低的笑，那你找个工作轻松的，到点便能下班回家陪你的。问题是你到点就能回家吗？不能只想到让别人陪你吧，也得你有时间陪伴你未来的一半。我的工作也自由，自己当家做主的，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回头我给你留意一下，有适合的就给你介绍介绍。君飞笑道，你先帮你上面那几个哥哥介绍吧，我遇到喜欢的自己去追求。也是，我家里都有7个哥哥还单着的，不过我哥哥们还小。2个人边走边聊，不知道后面有长辈慢悠悠地跟着他们。程玲玲看着远处的小年轻，对身边的穆晴感叹得道，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我家那个小哭猫都快30岁的人了。他和贝贝走在一起真的很般配，他怎么就不爱贝贝呢？贝贝那么可爱。程玲玲可惜地道，只要他喜欢，他未尝不能和苏猛争个高低的。太熟了吧，大家一起玩到大，熟的不能再熟了。有些人对身边熟悉的人是下不了嘴的。程玲玲又是长吁短叹的，她最喜欢的女儿就是贝贝，早就和海童说了，要将自家哭猫送到战家，让海童当成女婿养，让儿子和贝贝从小培养感情。结果培养出来的是兄妹情。的确，不是每个男人都像欧阳浩和苏猛那样，专啃身边最熟悉的人。晴晴，下周咱们去一趟 X 省的 A 是吧？有一场拍卖会，咱们去看看，顺便关心关心我的徒弟。穆晴想了想后说道，我得看看我的行程安排，能不能挤出时间过去一趟。时间上怎么安排不了，咱们都半退休状态了，想上班就上班，不想上班在家里休息10天半个月也没事。程玲玲极力劝说穆晴和她一起去 X 省 A 市参加拍卖会，拍点宝贝回来了收藏，更想去看看他的徒弟龙庭在 X 省 A 市打下的江山有多大。那孩子为了隐瞒身份，在那边长期戴着人皮面具以及口罩，这样的生活对程玲玲来说太压抑，他的徒弟没必要活得那么压抑。要他说呀，龙庭在 X 省 A 市经营那么多年，早就准备好了可以公开身份，然后拿出龙氏家族家主的信物，光明正大的接管龙氏家族。至于仇人也可以公开对付。上次问一下龙庭，他是有这样的计划了。程玲玲想过去帮忙，龙庭是不想让大家帮忙，说报仇雪恨是他的事，不必麻烦大家。可他是他的师傅啊，虽然他这个师傅不算尽责，但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他是他的长辈家人，又不是外人，帮忙怎么了？你的儿女都能独当一面，家里也没什么大事，大伯大伯娘也还能管管事，你出门完全没有负担。程玲玲挽上穆晴的手臂，晴晴，去吗？就去一趟吧，龙庭可是你的养子，你不担心他吗？穆晴笑道，行行行，我陪你走一趟，你得先和老四说好，免得他怪我拐走他老婆。你的工作自己安排好，免得出去玩也不能安心。穆晴也是放心不下龙庭和初九，这么多年了，龙庭一直不让他们过去，他们去了也只能去 A， 是欧阳家，然后龙庭偷偷摸摸过去和家人聚聚，平时过年过节又不回家。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用和军琴说，说了他要跟着怎么办？自从哭猫有本事了，军琴变得越来越懒，恨不得什么事都丢给儿子。儿子医院里忙得很。
程玲玲吐槽自己丈夫，忘了她自己也是这样。以前龙婷还没去 H 市，程玲玲就经常丢病人给龙婷练手，毕竟龙婷才是她名正言顺的徒弟。她要龙婷多练习，积累治病救人的经验，以后在外面行走才不会丢她神医的脸。谁都是这样，我和君博也是，有人能分担了，就想卸下担子，好好享受老年生活。要是儿女都成家了，有了孙辈，咱们韩姨韩抱孙更好。穆晴又望向远处的年轻人，君飞和贝贝不是一对儿，但贝贝有个陪他长大的竹马。君言和欧阳浩是一对儿，郎才女貌，郎有情妹有意的，却还是不结婚。哪怕先领证，先生娃再办婚礼也好啊。叶瑶就更不用说了，连个对象都没有。现在穆晴能体会和理解母亲当年催她婚催那么紧了。虽说儿女很优秀，不用担心嫁娶的问题，可是看着他们快30岁的人了，还单着，做父母的真的很难不着急。不催婚的。是呀，我也想含饴弄孙。哭猫怎么就不爱贝贝呢？那么好的女孩子。程玲玲唉声叹气的，她好不容易相中的女儿，儿子却不爱。咱们去凉亭底下坐坐。穆晴拉住妯娌的手，走向不远处的凉亭。坐下来后，穆晴说：妯娌，君非若爱上贝贝，你还有的等呢。海童就贝贝一个女儿，还不足22周岁，哪肯放人了？想占家放人，少说等上5、6年，多则10年8年的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咱们顺其自然吧。我现在理解我师父的当年，也活成了当年的师父。程玲玲自嘲了2句，穆晴笑，大家都一样。